我们吸进去的中心点在哪里？啊，中心吸进去，吸进去的中心点，我自己吸，感觉好像是在肚脐的。人家打哪里收哪里。我会打，比方我会打这边嘛，你就要收这边。我打这边，你就要收这边，就是这些肌肉你都要会动。哎，所以我在练的时候是各个的部位都要。对，你要去做的很准，就自己慢慢去调。上面，你看上面，肚脐，小腹，听不懂啊？所以它不是整块的进去，不行啊，局部的不行。你要做到人家打哪里，你就从那边，那是启动点，是被对方激发的启动力。所以被对方激发的启动力，来，你们刚刚练的这个，来这样哈，好，他这样打。你们刚才是收肚子嘛？收肚子，你这个一收的时候，练习这个手起来，不要快哈，就是很松。你看，你一收这个手就起来了，一收这个手就起来了，一收这个手起来了，一收两个手起来，一收，然后转。所以你这个启动可以让你的手的变化很多，因为它是松的，它是松的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手不是刻意做，你不要变成这一个，不要变成这一个啊！你看它的力量是，它的力量。这样懂？要有这个，这样不懂？好，试试看，哎。练的时候还能够讲话，对，好像做不到。慢慢来，因为你们一开始做会用力做，会用力做，不要松掉。要注意哈，它控制的是腹部内部的肌肉，不是外部的肌肉，所以你不要用外面的肌肉做，你外面肌肉一做就硬了，就紧了，是用里面的肌肉，里面的肌肉收进去，里面的肌肉收进去，不要用外面的肌肉，所以你自己在练的时候要去练习。用里面的肌肉做，这些要去很好的分辨啊，要去分辨。你自己摸嘛，你用里面的肌肉的时候，你外面的肌肉是松的，外面肌肉是松的。你用外面肌肉一用，外面变硬了，死掉了，这样没懂？所以去练习，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，你看你自己摸，你的外面肌肉全都是松的，你的外面肌肉都是松的。这样子才能练出什么？第一个是我们这种的那个防御转攻击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你才能强化你的内部肌肉的力量。内家拳一个很重要的腹部，尤其腹部重要的地方，这一圈是在练习锻炼内部的肌肉的力量。但是在开始的时候，好像都是会很自然用外部，所以那如何去分辨它？你现在已经分辨出外部了嘛？是吧？我不敢这样讲。那你用手摸，就我刚刚讲的嘛。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外面的肌肉是松的还是紧的？你在做。你用里面的，你来摸，你摸我的。我如果是用外
外面的做，你一个可以掐这边。我如果用外面的做，你看哈、外面就紧了嘛，我是这个力嘛。你用里面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你要想象它里面有一个空间，你看有没有？它里面有一个空间，那个它肌肉从外面到里面的，我从里面把外面收进来，我从里面把外面收进来，看不懂？所以要会用里面，你是从里面把外面收进来，好像我用这个掌心，我用这个掌心把手指收回来，我抓。所以我讲过，我们的抓不是从外面肌肉的抓，不是从这里的抓，是从里面的收，形成一个抓，听不懂？都是由里面来控制外面。老师，我进来比较晚，我记得老师以前好像讲说，我们握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握，对，掌心收，掌心收，对，而不是外面抓，不是由外面包进来，是由掌心收回来，这样子的。同样的观念，一样的，腹部也是一样，所以要练习里面，由里面把外面收进来，里面把外面收进来，这样子你慢慢里面的肌肉就有力了，里面的肌肉有力了，你要收要张，它那个 range 就变大了，你可以控制它，当它沉下去，它要张的时候。你摸，当我张开，我从里面张开，它变成一个这样的形态了，啊，就你看我沉下去，里面张开，外面是不是一样是松的？可是你压，它有一个张力，我里面松掉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要从这样子到这样子，你的这个躯干。因为我们的躯干啊，我们的躯干最有伸缩力、最有张力的是什么部分？就是这个部位，就是腹腔，就是腹腔。因为什么？啊？什么叫做有空间？有可以动的空间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墙。对啦，因为它没有骨架限制它嘛，它没有骨头啊。这边支撑唯一支撑是脊椎，因为它没有骨架的限制，所以它的活动度很大。那这也是它的缺点，就是它的支撑性会比较差。所以你要练出来这个周边它内部的肌肉的强度，练出来它的强度，让它本身有支撑力，听不懂？哦，所以这个部位是练拳啊，不管内加外加，这个部位是练拳非常重要的部位。所以你看练拳的，它这个地方都是什么？都是圆的。全都是圆的，圆的才是一个这个力量的饱满状。不是中年以后可以？不是，那个是前凸，它是从这边到后面全都是圆的。你们看什么？我叫你们去看那个佛像嘛，佛教的雕像，腹部都是圆的。你们去看所有唱声乐的。不管他是唱高音、唱低音，他是胖是瘦，这边全都是圆的。你们去看吹管乐器的，这边都是圆的。你们看拳击的，你们看泰森啊、阿里啊那些拳击达到一个水准的，这边全都是圆的。老师有那种马甲线的例子吗？马甲线。
就是什么6块肌什么没有，没有啊，因为它就因为6块肌就从外面限制到它的活动了，它的伸缩度就变小了，是不是？6块肌是怎么出来的啊？是这边的肌肉收缩了，外面的肌肉收缩了，因为它一直练这个强度嘛，慢慢练这个强度，这里变收缩了，所以所有6块肌的，它的背都是什么？背都是圆，背都是弓的，向外弓的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收了，它这边收了，外面就变成弓起来了。然后6块肌的这边都是扁的，这都是扁的，尤其是什么6块肌最弱的地方就是6块肌的旁边，你们看他们这个地方都是扁下去的，它可以练这个肌，它可以练这个肌下来，可是这个地方它没有办法，这里，所以这边要靠什么？这边要靠内里的肌肉把它撑出来，听不懂？我们身体的饱满，很多地方的饱满是要靠什么？是要靠里面撑出来的，要靠里面撑出来，不是靠练外面。你从里面撑出来的，你的身体的外表的那个张力啊，它就没有什么，它就没有怎么讲？没有交接点，它就没有那个没有弱点。所以我们练内家拳练都是什么？都是要练到它从里面撑出来。啊，好，那修行人修到饱满状，他也是到那个程度，里面气满了，它是从里面撑出来的。所以道家很多练的一个瘦巴巴的，你看那个身体里面没有空间啊。里面没空间，你会修到什么？那不可能的。你除非是头脑想的，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到，身体条件没有到。啊，就算是瘦也有瘦的饱满状，晓得吗？一个饱满状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区域是饱满的，然后往上看是这个区域是饱的，这个区域是饱的，然后才是这个区域是饱的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第一个我们充实的地方是腹到腰是这个区域，啊，晓得吗？这个并不是这个不是秘密，很多人把它当作武术里的秘密，站桩站很久或者练什么练很久，你看你掐看，我这边有压力掐不进去。我跟你们讲过嘛，人家练声乐的啊，他用肚子可以推动一个大的三角钢琴。他们在唱一个一个长音的时候，你去摸他的肚子，那个支撑是非常有力的。吹小喇叭的，吹萨克斯风的，吹这种的，他需要，尤其吹双簧管那种的，他的出气要非常的小，是不是？可是要有力量，表示什么？然后他这边要储存很多的气，他这边跟这边，他要储存很多的气，然后控制着慢慢有力量的慢慢把它很细的把它放出来。所以他们这边跟这边的那个里面肌肉弹性必须要够，有的是腮，一直到腮到这个地方，它的张力弹性全都要够，它那个气才能控制的非常绵密细。所以人家练这个东西，人家这些东西也都有啊，而且练的比我们好啊。你不可能一天练4小时5小时吧？人家练声乐的一天练6小时8小时，就他长时间都在做这个的支撑。
所以你唱歌，你看起来很轻松啊。他们唱起来很轻松啊，他不需要吸一大口气，用很多力，不用，因为他们里面的力量已经存在了。他那个力量，他用一点点力就够了。听不懂？所以当你去看很多行业、很多种人，他练的出来的那个像，那个身体的那个像，都一样。啊，好。